1975年4月30号，这辆编号为390的坦克撞开了这扇大门。紧接着，杨维明率领内阁全体成员向北越解放军投降，越南共和国正式灭亡。今天我们重新踏进这扇大门，在右手边不远处就可以看到当年撞开这扇大门的2辆坦克。这是编号390的苏式坦克，另外一辆编号是843的中国造的坦克。大家好，我是在越南的老魏，欢迎大家进入我的频道，跟老魏一起走进越南胡志明国家独立博物馆，也叫统一宫。1858年，法兰西第二帝国开始进攻岘港，正式侵略越南。1867年，法兰西完成占领交趾支那。1868年，法国人开始建造交趾支那总督府。1873年，总督府完工，称为诺罗敦府，名字来自柬埔寨国王诺罗敦安吾哥。1887年到1944年，该府为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。1944年39政变，此时越南受日本支配。1945年，日本投降，法国人重回越南。1954年，法国人向越南独立同盟会投降，越南暂时分裂。法国人将诺罗敦宫交给越南国代表总理武廷炎。1955年，武廷炎成为越南共和国总统，改诺罗敦宫为独立府。1962年，独立府遭便捷军人驾驶2战斗机严重轰炸，独立府左翼受破坏，武廷炎下令重建。吴越树的建筑提案被批准，依风水该坐落在一个龙头上，因此该宫又称为龙头府。1963年11月2日，吴廷炎被害。1966年，新独立府完成。自1966年新独立府完成，一直到1975年4月30日，独立府一直是越南共和国总统府。统一宫的设计师是留法的越南海归吴越树，他在这座法式建筑中融进很多东方元素。从平面图上看，大楼呈现出汉字“吉”字的造型，而从立面来看，则呈现了繁体汉字“兴”的造型。这是进入统一宫1楼的会议室，1层有当时南越政权的正副总统的会客室、内阁会议室、国宴和外交宴会大厅。这里是统一宫的地下室。我最近也查了很多关于统一宫的一些资料，但是地下室的这些军事用的东西，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。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老魏也不懂，所以也没办法一一解说，大家就静静的看吧。地下室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战备通讯指挥部。
哇，这些都是最古老的打字机啊，只在电影上看过。哔哔哔，感觉最有特色的还是它的电话。哇，上面还有。这个我们不能下去了啊，因为已经封闭了。据说总统府的那个总统府地下的隧道啊，直接可以通到江边，然后直接去海边。这还有一张卧室，战备休息的。幽深而神秘呀。从地下室上来，我们进入了总统府配套的厨房。这些不锈钢炊具的质量真的非常好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崭新如旧。在1楼，我们发现2辆汽车。我们先看第一辆吉普，这是当年的军用吉普，应该是美式的，美国产的军用吉普。这应该是警卫连开的车。这些椅子呢，应该都是当年的椅子。这里有一个商场啊，因为疫情啊，生意不好，现在已经关门了。这一辆是奔驰，据说是当年总统的座驾。车很漂亮。1378总统座驾。1975年4月30号，就是在这个厅签署的投降协议。这幅画是熊王的肖像，而熊王被越南人奉为祖先。这是统一宫2楼的房间，2层有会客室，
正副总统的办公室、国防部、总统图书室。国防部的墙上全是用军用地图，电话摆了一桌子，用来指挥南方9个军区的战事。统一宫有大大小小约100多个房间，这些房间的用途各有不同，现在只有一部分的房间开放。这是越南的传统工艺烤漆画。我们现在来到统一宫的3楼。3层和4层是生活区域，有正副总统的卧室，可容纳100人的电影院，以及娱乐厅、演艺厅。在越南，很多人家里面都会有这种假山的盆景，当然总统府也不会例外，只不过是总统府的比普通人家的要大得多。这些餐厅的设计非常西化，在当时是非常时尚的。
这是衣橱啊，感觉是衣橱、鞋柜之类的。化妆间。哦，这就是总统的卧榻了。这还有一个老式的电视机。这里就是他的卧榻了。哇，这里像个酒吧一样的。好想在这儿打一杆台球啊！那里还有打麻将的麻将室。这应该是一个小型的电影院，小型的电影院或者是剧院，小型的剧院。那个是福禄寿三个财神，三个神。这是总统的餐厅，当然也会接待贵宾啊。这里，好，这就是总统的办公室。这里书真多，像一个图书馆一样的，各种书。这是个空间。青石板，这里就是统一宫的顶楼，顶楼上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四面通透的房间。
这是工作累了，可以在上面休息一下。这里也有一个同样造型的一个花坛，大同小异吧。好，终于看到我们的直升机了。从这个角度看，非常清晰啊。我们俯拍一下这片森林吧。这个给人感觉就像森林一样的，因为这个树特别茂盛，各种名贵的树都有，郁郁葱葱。这里都很陈旧啊，这里都非常陈旧。我非常喜欢从这个角度来俯瞰统一宫的草坪。感谢您欣赏本期的视频，我是在越南的老魏，老魏只想用镜头记录真实的越南。感谢您的欣赏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